俄罗斯宣布承认乌东部两区独立后，美西方国家随即宣布将对俄出台史无前例的新制裁。对此，俄方官员表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事态发展。而有记者前往俄乌边境地区进行探访，一路上有各种迹象表明，事态正朝着更加紧张的方向发展。据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于周一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进行新的投资，以及禁止美国人的任何批准、融资、便利或担保行为等等。该行政令还对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地区的运营实体的领导人、官员、高级执行人员或领导层成员进行制裁。拜登指责普京的举动违背了俄罗斯在明斯克协议下的承诺，违反了俄罗斯声称的外交承诺，破坏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威胁说，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权力打击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人，并继续与乌克兰及盟国就下一步措施进行密切磋商，敦促俄罗斯立即降级局势。这个制裁啊，它是一把双刃剑啊，它不仅是对俄罗斯有伤害啊，有损害，同时呢，对于这个欧盟啊、美国啊，就实施制裁的这些国家，他们反过来啊，他们在经济、贸易、金融、投资这些方面，他们也有损失。当地时间周一晚，欧盟方面也表示将对参与这一非法行为的人员采取制裁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谴责俄罗斯的决定是对乌克兰主权和完整的公然侵犯。约翰逊称，英国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人民，并实施非常有力的一揽子制裁措施。同一天，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发布新闻公报，总统马克龙谴责俄罗斯总统做出的决定。马克龙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欧盟方面针对此行为采取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米哈伊尔·谢列梅特当地时间周二表示，对于西方国家准备对俄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事态发展，俄罗斯不会胆怯。他说，俄罗斯不惧怕西方国家的制裁，我们重视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是经济。这些分歧啊，就这些争端吧，就应该是互相坐下来谈判啊，就是使得这个形势不要再继续的恶化，不要朝着这个战争的方向去发展，而是朝着和谈的这个方向啊来解决。应该说，这个缓和的这个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外，就在普京签署总统令后，网络上就有消息称，俄军已经开始行动。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称，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俄罗斯第一批部队进入顿巴斯的视频，显示一支由装甲运兵车和军用车辆组成的部队正在顿涅茨克境内行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俄罗斯承认顿巴斯两个政治实体，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决绝的措施呢？俄方既有的表态是，若顿巴斯冲突到了一定烈度，就因50万当地人有俄罗斯身份，俄罗斯将武力强制和平。普京就说过，如果顿巴斯发生第二个斯雷布雷尼察，他将被迫出手。这既是对乌克兰政府和北约的警告，也是对桀骜不驯的顿巴斯民兵的牵制。当前，俄罗斯采取如此决绝的手段，同样是出于这样一种思维，目的是保证混合战争不破局。大家知道，顿巴斯的两个实体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8年大旗不倒。但两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不为国际承认，加上当地的生产生活严重军事化，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负担。最典型的是，顿巴斯民兵普遍军阀化，要规避俄罗斯的口号喊得山响，可背地里呢，许多事情却干得让莫斯科不爽。像所谓新俄罗斯联军的首脑扎哈尔琴科、普希林，多年来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国内早有传出对他们的不满。更微妙的是，顿巴斯民兵的存在让俄国内不少右翼保守人士前去投奔，虽然打乌军很勇敢，但谁能保证共同的敌人不会对普京的政权有威胁呢？实际上，介入乌克兰危机，俄政府除开了地缘政治考虑，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颜色革命。
特别是自己周边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政治实体，往往经济落后、战乱频仍，很容易变成滋生颜色革命的温床。某种意义上，俄罗斯承认两实体，把自己和乌克兰的关系弄僵了，但一定意义上又实现了把顿巴斯阿布哈兹化，也就像对待格鲁吉亚的亲俄实体一样，给予其某种地位，但同时又约束当地的武装，控制冲突的规模，继而在大国谈判中获得各方公认的政治地位。就各方的意愿看，其实目前最想打的是顿巴斯民兵，因为他们的经济被乌克兰封锁，俄罗斯的援助呢又有限。一大解困之道是继续2014年内战未尽的事业，拿下黑海港口马里乌波尔，与克里米亚连成一气。但这样做势必摧毁俄罗斯与乌克兰仅存的外交谈判空间，也让西方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因此，就我的观察，俄罗斯对顿巴斯的政治承认以及强制和平行动，某种程度上是一石二鸟的措施。未来顿巴斯形势的发展的主要的指标，我个人的看法将集中在马里乌波尔的形势上。我们如何看待顿巴斯局势可能的极端化呢？首先，美国乐见顿巴斯乃至整个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溃疡，并因此无暇顾及其他。拜登上台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立场显著靠近，哪怕较为亲俄的德法两国都收紧了自己的政策。借助乌克兰危机，美欧联合制裁越来越逼近俄罗斯的命脉，也就是能源贸易。不仅如此，美国还趁俄罗斯忙于乌克兰事务，积极地整合中东、南亚甚至东亚的盟友伙伴，令俄罗斯陷入了冷战后最不利的地缘环境。美国的算计是通过非战争的制裁和孤立手段，可能促成俄内部分化。一些精英阶层可能要求在诸如顿巴斯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换取俄经济松绑以及回归欧洲政治生活，但这将大大瓦解普京的执政基础。其次呢，俄罗斯承认顿巴斯实体，这就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个机会，就是不再支持明斯克协议中最关键的施泰因迈尔模式，也就是7年前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所提出的，在欧安监督下顿巴斯举行自由选举并保持特殊地位。要知道，这个方案长期被乌克兰的强硬派视为投降。如今泽连斯基所能指望的是把乌克兰冲突国际化，通过持久战迫使俄罗斯重新承认自己的主权和控制权。可问题是，这种依赖外人的路线势必把乌克兰进一步的拖入深渊。要知道，过去8年，乌克兰已经损失7%的领土，损失20%的人口，全国1半的人处在贫困线下。这意味着，任何片面追随美欧的乌克兰政府都难以巩固地位。第三呢，俄罗斯承认顿巴斯两实体，更应看作是止损而不是获益，因为顿巴斯是他拖住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绊索，但驾驭不好，就可能成为自己的枷锁。请注意，顿巴斯还有俄国内激进的爱国派，他们的主张太超前，是要包括顿巴斯在内的乌克兰足8个州回归所谓的新俄罗斯。换句话说，俄罗斯如果把顿巴斯也克里米亚化，绝非冲突的结束，而是更大战争的开始，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反噬。因此，俄承认顿巴斯实体仍是一种充满交易色彩的外交叫牌，逼乌克兰搁置入欧入约，接受明斯克协定。但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最大的软肋是自己缺乏提出乌克兰等原苏联国家所欣赏的现代化发展项目，像俄罗斯倡导多年的欧亚联盟一体化，更像是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经济结构落后国家的保护性关税联盟。这对希望选择新经济模式、新社会体制、新价值观的原苏联国家民众来说，俄罗斯就没什么软实力了。总之，就像俄学者里亚伯夫所言，俄罗斯只有建立可持续、可发展的社会模式，才能对后苏联地区的挑战
做出合适的回应。而这种模式呢，要富有竞争力，无论是从社会的舒适度，还是从社会的发展目标看，都要富有吸引力。这才是远比顿巴斯更费俄罗斯脑筋的问题。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